蓝忘机已经明白了魏无羡的意思，他无法反驳。兰陵金氏曾是正义之师，而今也不过是妖魔鬼怪，这次讨伐金家举的又是什么旗帜？金光瑶再坏，也从来不曾捻着众人的脸壮大自己。他是杀了赤峰尊，可你我都见过他们义兄弟三人。蓝湛，你敢拍着胸脯保证，一定只有金光瑶对不起聂明觉，而聂明觉从未对不起金光瑶。杀人，尤其是虐杀，绝对不可为。可我若是金光瑶，恐怕比他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你不会。蓝忘机终于开口，语气中有10万分的笃定。魏无羡略微惊讶，然后苦着脸笑了笑。你别忘了，我杀的人可比金光瑶多多了。蓝忘机再次语塞，双眼干巴巴的，有些酸涩，好半晌才又说道：金光瑶占据阴虎符为非作歹，以活人练凶师，人神共愤。魏无羡则回道：阴虎符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练它。蓝忘机着急的想反驳，却被魏无羡抢先堵住了嘴。居高位，难免多贪婪，没有阴虎符也会有别的。金光瑶的确该杀，举大旗行正义，这并非是错，只是这和这世间和真正的公平道义并无什么关系。你看这汪家村早就不姓汪，100年间换了多少宗家，却什么都没有改变。谁对谁错，谁正谁邪，其实不重要，都一样，最多不过留下些传说，给百姓生活苦中添乐罢了。然后便无人说话了。夏去秋来，冷热正好，马上就又到收获季节，又会有世家弟子穿金戴银，高头大马，一车一车地拖走佃农们劳碌许久的成果。许久，蓝忘机低声道：你说过，这世间之事总要有人管。魏无羡一时恍惚，记得他确实说过这样的话。彼时屠戮玄武洞中九死一生，那是他第一次直面那般赤裸裸的恶意。他笑了笑：年少轻狂罢了，这世间之事总会有人管。蓝忘机晃了晃，几乎要落下泪来。屠戮玄武洞中2人相依为命，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那般的英雄豪杰。可细数一番，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他的太阳，他不灭的光辉，终究是在搓磨中疲惫了。怪我。蓝忘机道：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魏无羡奇怪道：我为何需要你保护？蓝忘机并不回答，只是径直说道：我会留下来保护你，还有金小公子。魏无羡睁大了眼，连忙摆手道：不必，我说的都是我的歪理。我如今隐姓埋名，再掺和进去反而不好。夷陵老祖复活了，参战了，然后呢，又是一地鸡毛。可你是寒光俊，是仙门楷模，你秉持你的正义去讨伐金光瑶，再对不过了。蓝忘机仍旧没有搭腔，上前半步握住魏无羡的手。夜色深重，唯有头顶一轮明月照亮他坚定的双眸。我会待在你身边，魏婴。晨光熹微，又是一天。蓝忘机一夜无眠，他坐在小木屋里，屋中陈设简单却干净，榻上铺了不薄不厚的褥子，被套布料不好不坏。魏无羡沉沉睡在上头，呼吸平和。蓝忘机并非真正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10多年来一人一见一情，他踏遍过9州大地，因而他深知魏无羡所言非虚，方圆300-500里，怕是找不出第2间比这小木屋更好的屋舍了。然而踏过行过，又与来过活过不同，魏无羡告知他的那些人间疾苦，他从未听说，也不会有人让他知晓。金陵与蓝思追、蓝景怡3人搭了个木板床，挤在一起，到底年轻，睡得倒也香甜。明明都是世家子弟，可月余来同甘共苦，也早已习惯了紧紧巴巴的日子。蓝忘机不由想起自己最落魄的时候，风餐露宿，食不果腹，那时候却连个依靠都没有。云深不知处燃起的那把火，残忍地毁掉了家族给予的庇护。他那个时候才真正明白自己并没有什么高贵之处。修士与凡人都要吃喝拉撒，仙门所坚持的许多矜持，其实不过虚妄。在最绝望最茫然之时，唯有暗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心上人，如同一轮小太阳，暖了他仓皇无助的心。他相信只要坚持下去，管他什么仙门凡间，总归是有光明可让他仰望的。而今头顶只有漆黑的房顶遮住了当空明月，魏无羡安静地睡着，大概是有些冷，蜷缩在被子里，脸色有些发白。
蓝忘机坐在他身边，微微弓着腰，一个十分放松的姿势，将心上人虚虚圈在胸怀间，抚过魏无羡散落的乱发，为他掖了掖背角。然后在旭日东升之前，蓝忘机脱下那身华贵锦缎，摘下头顶名贵的发冠，最后郑重又坚定地取下了卷云抹额。他换上了衣橱中的粗布旧衣，是魏无羡的，洗得有些发白，散发出皂角的微香。晨光中的蓝忘机穿作普通农人，走去院中取了农具，去屋子后头干活去了。此时江澄刚读完金陵送来的信，暂时混乱，寻常信件自然不会这么快送达，可当京城江澄被什么力量扯袖子弄醒，睁开眼睛看到一只懵懵懂懂的精怪时，他便知道他们要找的那人确实是他师兄，而他师兄也确实不会抛下金陵不管。那封信很短，只告诉了江澄人已找到，三人皆平安，那人愿意收留他们，但不愿意加入联军。金陵当时应该是很惊讶的，他觉得魏无羡既然害死了他爹娘，有愧于他，但又并非真正的冷血嗜杀之人，反而心有乾坤，义薄云天，便自然不会拒绝加入正义之师，讨伐那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头，故而在心中大为不解，问舅舅为何那人会拒绝。可江澄并不惊讶，对他师兄，他也许不是真正的了解，却也并非完全不了解。打架比学习重要，山鸡又比打架重要。在10多年的孤寂中，江澄偶尔会想，若是阿爹当年没有把流浪的小魏婴接来云梦，以魏无羡的性情，恐怕也不会凄惨而死。不过就是从小乞儿变成乞儿头头，一群可怜人称兄道弟，盛世也好，乱世也罢，都不耽误他们上树偷枣，下树偷鸡，和后来的许多事一比，说不定反而更快活，可这样就够了。江澄也不希望魏无羡再次卷进来，他一直想要见他，却也不想见他。如今他只需要保护好金陵，让那可怜的孩子平平安安，其余的……此时聂怀桑在外头敲门，告诉他时间到了，各大世家的代表已经到场，就等着江宗主过去主持大局了。魏无羡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，住在方圆300-500里最好的木屋里，做方圆300-500里起床最晚的人。他揉着眼睛坐起来，发现昨夜自己竟然没有踢被子。他晕晕乎乎的想要站起来，突然闻到一股香味，才想起来昨天家里来了哪些不得了的客人，又对他说了哪些不得了的话，这才惊疑不定地睁开眼睛。魏无羡看到屋里的大圆桌上又摆了满满当当一桌子菜，那2个兰家小孩正在烧水沏茶，金陵光了个膀子，满身是汗跑进来，一脸烟灰，看着像是刚在厨房干活，进门就拿起茶杯吨完立刻喷出来，惨叫着好烫好烫。被喷了一脸水的那个兰家少年则是跳起来，心疼他刚烧完的水。魏无羡懵了，他家来了3个田螺小伙子。此时蓝忘机推门进来，手里端了一大盆香喷喷的鸡汤，而他身上穿着的竟然是自己的粗布旧衣。魏无羡大惊，下巴几乎要落到膝盖上。金陵发出一声嗤笑，得意道：嘿，夷陵老祖总算见着你吃瘪的样子了。昨天你那么神棍兮兮的，我可不爽了。眼看着金陵和一个兰家弟子就要吵起来，蓝忘机将鸡汤放在桌上，走过来将还瘫在床上的魏无羡半抱起来，搂在怀里掂量几下，又转过头看看吵吵嚷嚷的3位少年，淡淡的说：今日我做个屏风，总不至于让你开门见床。魏无羡自然知道小木屋这格局太不讲究，只是他一个人住，整洁方便就好，如今人多了，确实需要再添点东西。然而这些怎么都不应该让蓝忘机来，更何况他这穿的还做饭。魏无羡一时慌张，立刻想拒绝，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蓝忘机瞪起来，温柔又坚定地抱到了桌前。饭菜香味扑鼻，他一下子就忘了刚刚自己想说什么。菜做的确实好，哪怕是魏无羡这种自信心爆棚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奇葩人，也不得不承认，昨天今天这2顿比自己做的辣椒炒辣椒可好吃太多了。饭后魏无羡被蓝忘机拉着又出来消食，屋里残局仍旧是3个小辈收拾。魏无羡这时候已经记清楚那2个蓝氏弟子，一个叫蓝思追，一个叫蓝景仪，蓝忘机亲传弟子都极好相与，
可看不出小古板能带出这么有趣的孩子。